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武侠已死，诚意这部《富山海》来打脸了。温瑞安神作改编，这才是真江湖。当修仙、玄幻、都市剧霸屏的今天，你是否也和我一样，怀念那个快意恩仇、纵马江湖的武侠世界？很久没有一部能点燃我们江湖梦的剧了，但现在它来了。由诚意主演，改编自武侠四大家之一温瑞安神作的《富山海》，暂时定档9月6号。这部剧有望为沉寂已久的武侠题材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。故事设定当现代社畜魂穿成武林菜鸟，天崩开局，开场即灭门故事的主角不是什么天选之子，而是一个你我一样的普通青年肖明明。他爱写武侠小说，结果一觉醒来，竟穿越到了自己笔下的北宋末年，成了武功低微的浣花剑派弟子萧秋水。这时的北宋内忧外患，奸臣当道。更倒霉的是，他所在的门派开局就被外族入侵者灭门，只有寥寥数人逃出升天，而他自己只是个随便来个人都能欺负的小菜鸟。逆袭之路，从金手指到真大侠，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，他意外获得了武林第一高手留下的无极仙丹。一颗丹药下肚，武功暴涨，直接省去了几十年苦修。拥有了自保能力后，萧秋水凭借着心中的英雄大义，开始四处奔走，号召江湖儿女集结起来，共同对抗权力帮、朱大天王等强大的敌人。现代思维的降维打击更绝的是，他还将现代社会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应用到了这个武侠世界。比如，用现代商业理念来经营和改革门派，用创新的战术来指导战斗，化解门派纷争。这简直就是对古代江湖的降维打击。最终，他从一个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，在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后，成长为一位成熟稳重、心怀天下的一代大侠。内核升华，这不只是一部爽剧，更是一部关于义的史诗。如果说魂穿逆袭是这部剧的爽点，那么人心因义而聚就是这部剧真正的魂。在那个混乱的武侠世界里，人心因义而聚，无论是门派之间的纷争，还是抵御外敌入侵，义字都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了体现。萧秋水正是凭借着心中的正义，才得以团结各大门派，共同保护家国的安宁。这种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表现，让整部剧的立意远超普通的打打杀杀和儿女情长。结局，回到现实世界的萧明明，在继续创作时，也将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的信念传递了下去。一部剧既有现代人魂穿古代的爽感，又有传统武侠为国为民的侠义内核，再加上温瑞安大师的原著打底，《富山海》的看点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。那么，你觉得这部剧怎么样？它的收视能超越诚意上一部爆款《莲花楼》吗？武侠已死，诚意《富山海》来打脸了。在仙侠、玄幻、都市题材层出不穷、霸屏荧幕的今天，真正的武侠剧似乎已经成了稀缺物种。曾几何时，我们沉迷于金庸、古龙笔下的江湖世界，刀光剑影、快意恩仇、豪情万丈。可近几年，观众却发现，好看的武侠剧越来越少，真正能唤醒江湖梦的作品几乎绝迹。就在不少人感叹武侠已死的时候，诚意带着新剧《富山海》出现了。这部剧改编自武侠四大家之一温瑞安的经典之作，暂定于9月6日上线。温瑞安在武侠文学中素有鬼才之名，他的作品风格热烈豪迈，文风俊逸，与金庸的厚重、古龙的洒脱形成鲜明对比。而此次《富山海》的改编，无疑为沉寂已久的武侠题材注入了全新的活力。剧情设定：现代社畜魂穿武林小虾米，
富山海最大的亮点在于它的设定，主角萧明明是一个普通的现代青年，日常生活平凡，甚至有点涉序味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写武侠小说。可一次意外，他竟穿越到了自己笔下的世界，成为北宋末年的浣花剑派弟子萧秋水。与传统主角光环不同，萧秋水开局并不是天赋异禀的天才，相反，他资质平庸，武功低微，甚至一度被人欺负。更惨的是，他所在的门派很快遭遇外敌入侵，几乎被灭门。他只能和寥寥幸存的同门流亡江湖。在这种天崩开局下，萧秋水凭借偶然获得的无极仙丹得到提升，从一个武林小虾米逐渐踏上逆袭之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将现代人的知识与思维带入古代江湖，无论是管理门派，还是化解纷争，他都能以超越时代的思维，找到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。这种降维打击让富山海相比传统武侠剧更具新鲜感和代入感。从小人物到大侠，一场关于义的成长。富山海并不仅仅是一部爽剧，它的真正内核在于对义的深刻描绘。在那个动荡的北宋末年，奸臣当道，外敌环伺，江湖儿女要么选择明哲保身，要么挺身而出。萧秋水从一开始的懵懂少年，到后期肩负家国大义的真大侠，成长的核心便是侠义二字。他凭借正义感号召各大门派，团结江湖人士，共同对抗权力帮助大天王等强大势力。一个凡人靠的不是天生的主角光环，而是对义的执着信念。这种成长路线不仅热血，也让观众看到了武侠精神的本质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当故事最终收尾，回到现实世界的萧明明，也把这份侠义融入到创作中，让江湖精神延续下去。这种设定让整部剧有了升华，成为一部兼具娱乐性与精神内涵的武侠史诗。诚意的加持，新一代武侠脸。说到富山海，诚意的加盟是最大的看点之一。很多观众评价它是剧抛脸，能随着角色而改变，几乎没有重复的影子。在琉璃里，他是深情隐忍的雨丝凤；在沉香如屑里，他一人分饰两角，既是克制仁厚的帝君应渊，也是霸气带邪性的玄烨。到了莲花楼，他则化身从天之骄子跌落为江湖游医的李莲花，洒脱中带着沧桑，智慧中夹杂着孤独。这些角色各具特色，都证明了诚意细腻而多层次的演技。尤其是莲花楼大火之后，诚意几乎被贴上了武侠男神的标签。他的气质兼具少年感与沉稳感，既能演出剑客的锐气，也能诠释大侠的豁达。富山海中的萧秋水，既有现代人的灵气，又有古代江湖的血性，复杂性极高，也正好能发挥诚意的长处。观众普遍期待他会再次塑造出一个令人难忘的江湖新形象。武侠复兴，富山海的意义。如今的荧幕，仙侠剧靠特效，玄幻剧拼脑洞，都市剧贴近现实，但武侠剧却愈发式微。观众怀念刀剑之间的凌厉，也怀念以义为先的江湖精神。富山海的出现，不仅是一次武侠题材的创新尝试，更像是一次武侠精神的回归。它既有现代人穿越古代的爽点，又有传统武侠的义理内核，既有温瑞安的文学底蕴，又有诚意的演技加持。如果制作水准过硬，这部剧很可能打破武侠沉寂多年的僵局，成为推动武侠复兴的代表作。结语：富山海不是单纯的穿越剧，也不是空有打打杀杀的武侠剧，而是一部兼具现代爽感与传统侠义的作品。它既能满足观众对热血成长的期待，也能唤起大家心中久违的江湖梦。当诚意化身萧秋水，带着现代人的思维闯荡古代江湖时，我们或许也能从中看到一个问题：在现实世界里，我们是否也该坚持那份属于侠客的信念？